欢迎来到这期的深度解析。今天呢，我们准备来彻底打破一个流传非常久的迷思。你可能也听过，许多人总觉得古代那些高僧或是圣贤所谓的修行啦、改命啦，听起来就是一种超自然的魔法，对吧？但说真的，一旦我们拿掉那些神秘学的滤镜，你会超惊讶地发现，这根本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神经生物学实践。我们今天绝对不是来跟你谈玄学的哦，而是要带你透过最硬核的科学视角，一起破解这套可以重编大脑的意识工程代码。那这是我们今天的路线图，我们会非常快速的带大家走过这5个核心概念，从古代大脑工程一路聊到神经科学解码，最后会直接教给你一套非常有实战价值、有科学根据的15分钟重编仪式，让你能够真的去重写你的命运。好，我们马上进入第一部分古代大脑工程，来看看为什么历史上那些圣贤僧侣其实可以被称作是世界上第一批的生物骇客。你现在心里可能会想，等等，改变命运这么宏大的事情，难道真的只是一场生物学反应吗？这问题真的很有挑衅意味，但它完全切中了我们今天解析的核心。因为历史上那些拥有超凡智慧，甚至能够扭转人生轨道的人，他们的能力根本不是什么天赋异禀或外在神力，要达到非凡的智慧跟长寿，其实一点都不神秘。其实你把古人的静坐跟现代的科学放在一起对照，就会发现那些古代知识分子的日常修行，说穿了就是一堂最顶级的神经生物学跟表观遗传学大师课啊。他们虽然没有核磁共振这种高科技仪器，但透过极致的内观，他们早就在物理跟神经层面上成为了自己大脑的超级工程师。既然古人早就掌握了这套技术，那我们现代人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老是觉得人生卡关？这就来到我们的第2部分，现代系统错误。听好了哦，我们今天之所以常常达不到目标，真的不是因为你意志力不够坚强，而是你的硬体本身故障了。现代这种高压生活直接导致了严重的系统性错误，像是杏仁核过度活跃，让我们随时随地都卡在战或逃的警戒状态，然后那个居高不下的皮质醇又带来严重的决策疲劳。说真的，我们的大脑现在基本上就是处在一个随时会宕机的边缘。在这之中，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大脑里的一个机制，叫做网状激活系统，简称 RAS。它就像是大脑的守门员。如果你因为各种压力让潜意识里塞满了恐惧或是匮乏感，你的 RAS 就会变成一个故障的垃圾邮件过滤器，它会把所有跟成功或改变有关的机会直接从你的意识里挡掉，你根本连看都看不到那些机会。这就是为什么人会觉得自己被困在所谓的命运回圈里面出不来。好，既然知道是系统出错了，那我们该怎么修复呢？进入第3部分，神经科学解码，我们来看看静坐与冥想是如何帮我们进行终极的韧体更新。先从纯物理层面来看，古法那种深沉的调息，其实呢非常强烈的刺激你的迷走神经，这就像是踩了刹车，把你从焦虑的战或逃模式中一把拉回来。它不只能提高心率变异度，降低 IL-6 这种促炎因子，甚至还能激活保护你染色体的端粒酶。这在科学上非常完美地解释了为什么古代那些高僧总可以是仙风道骨，拥有传奇般的长寿。如果我们把脑波的状态拆解开来，会发现长期的静坐实际上在物理层面增厚了你的大脑皮质，它能把你大脑的运作频率从充满焦虑、压力的贝塔波精准地往下降，进入到高度专注而且放松的 alpha 波，甚至能潜入更深层的西塔波。现在最有趣也是最核心的机密来了，就是这个落在4到7赫兹的 theta 波。当你的大脑进入这个特定频率时，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你就像是拿到了大脑后台的最高管理员权限。
在这个状态下，你可以直接重新编写你的 RAS 过滤器，甚至去优化你的基因表达，从根本上关闭那些产生焦虑的基因。这完全就是古人所谓逆天改命的科学核心。好，理论听起来都超级棒，对吧？但重点是我们到底该怎么做？现在就把这些硬核科学转化为我们的第4部分，每天只要15分钟的重编仪式。这是一套非常 Silicon Valley 式的早晨实践哦。这整个过程其实可以很顺利的拆成4个递进的阶段，从调息降频、清理噪声，到潜意识重编，最后是孵化创造力。每天早上你真的只需要花短短的15分钟，跟着这个节奏，就能彻底升级你的心理硬体。我们马上来逐一拆解。首先是前置作业，也就是第1跟第2阶段。早上起床先去接触一点自然光，你可以戴上耳机，播放10赫兹的双耳搏动音乐，来引导大脑进入阿法波。接着做箱式呼吸，吸气4秒，憋气4秒，吐气8秒。透过这种特定的呼吸比例，再搭配上主动的宽恕与感恩练习，你能主动去抑制那颗早就过载的杏仁核。这感觉就像是清空了大脑的快取记忆体一样，为你的前额叶皮质囤出非常干净清晰的运算频宽。频宽清理出来之后，就进入重头戏了，把你的音频降到6到7.5赫兹的 Theta 波。在这个极度容易受暗示的状态下，你要做的是用第一人称加上你的五感，去强烈的体验你理想中的未来已经发生的感觉。这等于是直接把新的程式码写进你潜意识的 RAS 过滤器里。最后结束前别急着张开眼睛，保持几分钟开放的监测状态，这会活化大脑的预设模式网路，帮你孵化出超级有创意的解决方案。讲到这边，我们终于要进入最后一部分，重写你的命运。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花力气去做这整个生物骇客的技术呢？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古人所谓的命运，在神经科学里就是盲目自动导航的神经回路。这句话真的意义太深远了。他的意思是说，只要你不去干预你的神经回路，你每天就是按照出厂设定走完你所谓的命。可是当你学会主动介入之后，你就再也不是那个只能被动承受外在压力的受害者了，你完全可以成为主动设计自己现实的建筑师。只要透过这套15分钟的早晨仪式，你等于是在物理、生物跟认知这3个维度上同时帮自己进行了升级。你想想，当你的大脑皮质变厚了，基因表达优化了，潜意识的过滤器也更新了，你在接下来的一整天当中，自然而然就会做出更高维度、更棒的选择。这其实就是古代哲学里常说的知行合一，在现代科学上最完美的展现。改变神经回路，你就能改变命运。我们今天已经彻底拆解了这套技术背后的科学真相，所以啦，现在唯一剩下的问题就只有一个：你准备好在明天早上给自己15分钟的时间，开始骇客你自己的命运了吗？这绝对是一个值得你亲身去验证的改变，千万不要错过哦。